想象一下，你的大脑是一台顶配的超级电脑，但不知为何，它最近运行的越来越慢。打开任务管理器，你会发现一个名为那个人当年对我做的是.exe 的后台进程，正占据着你 99% 的 CPU。这就是不原谅的真相，一场你亲手为自己设定的 DDoS 攻击。在利拉的游戏中，我们经常误解了原谅的含义。我们以为原谅是放过别人，是给加害者发放免死金牌。但从系统底层代码来看，不原谅其实是你在持续为一个已经不存在的虚拟场景分配算力。那个人早就离开了，而你却在脑内无限重播那个受伤的瞬间。当你紧抓着怨恨不放时，你就像是一个不断向旧服务器发送无效请求的客户端。这不仅无法改变过去的数据库，还会导致你现在的系统频宽完全瘫痪。今天，我们来拆解这个自我封锁的代码，看看如何通过原谅来重置我们的防火墙规则。欢迎进入第2章，受害者框架的虚拟实境。人类的自我在受伤时，会自动生成一套完美的受害者剧本。在这个剧本里，你是绝对正确的，对方是绝对邪恶的。这种二元对立的设定，就像是游戏中的强制新手教程，让你无法跳过，只能反复体验痛苦。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这个剧本？因为它提供了免责声明。因为他对我做了那件事，所以我现在的失败、愤怒和停滞都是合理的。这是一种隐蔽的道德优越感。我们宁愿喝下名为委屈的毒药，期待对方会被毒死，却忘了毒素一直在自己的血管里循环。在编程逻辑中，这叫做死结 （deadlock）。两个进程互相等待对方释放资源，结果谁也动不了。你等待对方的道歉来解锁你的快乐，但对方的系统可能早就离线，或者根本没安装道歉这个模组。你的整个生命程序就这样卡在了一个无效的等待指令上。这就是利拉游戏的幻象测试，让你以为锁在外面，钥匙在别人手里。但事实上，这是一扇从里面反锁的门。原谅从来都不是关于批准对方的行为，而是关于终止你自己的等待进程。是你自己决定按下 Ctrl+C， 强行终止这个消耗你生命的脚本。第3章 DDoS 与记忆体占用的科学。让我们用神经科学的语言来翻译一下。当你回忆创伤和感到愤怒时，你的大脑杏仁核会被激活，释放皮质醇和肾上腺素。这原本是为了应对眼前的猛兽，但你却用它来对付多年前的一句恶言。你的身体正在为一个虚构的现在买单。每一次不原谅的附送都会加固大脑中的神经回路，这叫做赫布定律 （Hebbian Theory）。你越是咀嚼仇恨，这条神经高速公路就越宽。这就像是你写了一个自我复制的木马程式，它会吃掉你的工作记忆 （working memory）， 让你无法专注于当下的创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慢性的自我 DDoS 攻击，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。无数个夹带情绪的虚假请求，从你潜意识的各个节点同时发向你的意识主机。系统资源被耗尽，导致你对新的机遇、美好的人事物回应全部超时 （time out）。更惨的是，这种攻击具有跨模块传染性。对一个人的不原谅会逐渐编译成对全世界的不信任代码。你会开始防备所有相似的人，把过去的 bug 套用到未来的所有更新中。为了防止受伤，你把安全级别调到最高，结果连爱的数据包也被防火墙拦截了。从量子物理的角度看，观测者效应在这里也起作用。你持续观测伤害这个概率云，它就会不断坍缩为你的现实。你的能量流向哪里，你的实相就生长在哪里。不原谅
就是你在用自己宝贵的造物主权限为加害者建立一座宏伟的纪念碑。而且，你知道最讽刺的代码是什么吗？加害者可能根本不记得这件事了，他们在自己的时间线里活得好好的，而你却像个尽职的云端备份服务器，每天花费电费和维护费，替他们保存着他们早就删除的黑历史，免费的，甚至还要倒贴你的人生。所以，从技术层面来说，原谅就是执行清除快取 （clear cache） 的指令。这不是为了粉饰太平，更不是说病毒不存在，而是你决定停止让病毒在背景运行。你拔掉了伺服器的插头，告诉这个恶意进程：抱歉，我的算力很贵，不陪你玩了。第4章，带着仇人去旅行的荒谬。想象一下，你买了昂贵的机票去夏威夷度假，到了沙滩上，你没看比基尼，也没喝鸡尾酒，反而拿出一张仇人的照片，对着照片骂了整整7天。这就是我们不原谅时的真实状态。我们花着现在的币，买着过去的气。有人说，可是我不原谅是在惩罚他啊，兄弟，醒醒，你这是在喝百草枯，然后等对面那个人吐血。宇宙代码里根本没有这种隔空打牛的机制。你发送出去的恶意代码，第一个感染的节点就是你自己的发送端。我们总是幻想有一场完美的宇宙审判，坏人会痛哭流涕地跪在我们面前承认错误。但这只是自我 ego 设计的挂机放置小游戏。真实的宇宙是不带道德评判的编译器，它只看你当下在运行什么代码。你运行痛苦，它就输出更多痛苦的实力。不原谅就像是抱着一颗炸弹，威胁说你不道歉，我就炸死我自己。这种恐怖袭击的威慑力为0。所以，幽默一点看待自己的执念吧。当你意识到这个自我毁灭的逻辑有多可笑时，那锁住你的铁链就会像劣质特效一样瞬间消散。第5章，释放 RAM 的操作手册。现在我们要进行实操了。第一步，剥离行为与价值。对方做了一件烂事，那是他系统里有 bug， 这不代表你的代码有缺陷。你不需要通过他的道歉来修复你自己的完整性，你的源代码本来就是完美的。第2步，降级进程优先权。你无法立刻删除这段记忆，但你可以把它从系统核心任务降级为低优先级日志。当那些愤怒的想法再次弹出时，不要点击进入，只需标记为已读。它是一封过期的垃圾邮件，不需要你亲自回复。第3步，资源重新分配 （Resource Reallocation）。把你原本用来恨对方的10句算力，拿来开发你自己的新功能。去学个新语言，去健身，去爱那些真正珍惜你的人。当你的主线任务足够精彩时，那些陈年旧账的支线任务会自动因为长时间不活跃而被系统休眠。记住，原谅不是我同意你当初的行为，而是我取消你继续伤害我的授权。这是一份单方面的解约声明，你不需要通知对方，这是在你的服务器本地执行的指令。从你按下 Enter 的那一刻起，这份业力合约就已经销毁。第6章，系统重置与终极自由。当你真正原谅的那一天，你会感到一种物理上的轻盈。那是因为几十个耗能的后台进程被同时关闭，你的 CPU 使用率瞬间降到了正常水平。你的眼睛会变得更亮，因为你的显卡终于有足够的资源来渲染当下的美好。在利拉的代码库里，没有真正的敌人，只有帮你测试系统漏洞的白帽黑客。他们带来了痛苦，但也指出了你防火墙的弱点。修补它，升级它，然后优雅地把它们从你的硬碟里删除。停止自我 DDoS 吧，
玩家。你的算力应该用来创造宇宙。